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纽约布鲁克林这边，背景呢是曼哈顿的天际线。大家觉得纽约曼哈顿的天际线与上海的、与香港的、与深圳的比起来怎么样？刚才这3个城市的天际线能赶上纽约的吗？今天我们在这里呢说2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与德国有关，那就是德国总理默茨昨天在一家犹太人应该叫教堂吧修复典礼上，因为又投入使用了。这个教堂呢是在2战的时候，在希特勒时代的时候呢被炸毁了，直到现在才完全修复。然后呢，昨天是修复典礼，在这个典礼上面，默茨他深深的忏悔，流泪了。但没听错啊，他流泪了，他哭起来了。他说：“我作为一个德国人，我感到非常的羞愧，很对不起犹太人。”他说：“永远不准此类事情在德国再次发生。” Ob denn den Juden niemand geholfen habe. Ohne ein Festhalten an der Hoffnung auf eine positive Antwort, so schreiben Sie weiter, ohne ein Festhalten an der naiven Hilfserwartung des Kindes, wären wir doch als Menschen verloren. 看见这个的时候，老实说啊，我就觉得非常可笑。为什么呢？说来说去，我们也知道，目前的这个小以兹这个国家，对吧？他们在中东是怎么样的？还有对中东那些很多国家，比如说9月10号那天，就是1-2天之内，小以兹这个国家前前后后轰炸了6个中东国家：也门、叙利亚、卡塔尔、突尼斯，还有2个其他的，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反正，在2天之内，他轰炸了6个中东的国家，就那么嚣张。然后我们知道，自从去年10月以来，这个小以兹在加沙地带到底干了些什么，对吧？因为我的频道的原因，所以我不能讲得过于露骨，但是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一定知道我指的是什么。那么，既然德国这个总理他能够为2战德国黑历史忏悔哭泣，今天小以兹他又是怎么干的呢？他有多嚣张呢？然后今天小以兹这个国家，他干的是不是像84年之前纳粹德国干的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是不是目前这个小以兹他那个总理也应该为这个巴勒斯坦人、加沙人哭泣？但是恰恰相反，今天得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就心里就觉得有点可笑。这个可笑，我就觉得特别讽刺，对不对？德国总理为那个国家感到羞愧，而且为那个国家哭泣，恰恰是这个国家今天干着同样的勾当，与当年的纳粹德国一模一样，可以说全世界反对他也无所谓，特别的嚣张，甚至是呢威胁全世界，连中国也威胁过啊。好了，我看了德国的那个新闻，特别是他们的德国的观众以及读者下面的评论。因为我看新闻，特别是喜欢看评论，因为这样才能反映出，比如说德国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对吧？而这个流泪的总理呢，他在讲话的时候是当着全国的面直播的啊。德国人对这个德国总理刚刚当选的时候还可以的，他的名声还可以，但是后来呢，他的名望呢直线下降，现在可以说达到历史低谷，所以呢，对他的评论也很不好。有的人说他掉的是鳄鱼眼泪。连我的德国伴侣也这样说，假情假意。也有的人说他是个影帝，会演戏。因为有的网友说，这个默茨就是德国总理，他以前当过一个这个灯塔国一个大的那个投资集团的德国区域经理。也就是说，他其实呢是帮美国人干活的。然后呢，德国总体来说，你们也知道是一个美国的殖民地。而且这届德国新政府与上届呢没有任何的区别，比如说上届德国那个360度外长，他就是非常高调的说，我们支持小以兹，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支持。而现在德国这新总理也一样，当然这德国新外长一样。我发现德国在这件事情上是双标的，就是说同样是种族灭绝，但是德国对自己当年对犹太人那段历史是忏悔得很好，
不管他是不是自愿的啊，反正呢他已经做了很多了。大家知道吗？直到现在，德国一直还在做当年的那个赔款。现在德国每年都是赔款给那个小椅子这个国家的啊。同时对这小椅子目前在中东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所做的一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还支持他，给他提供武器，给他提供军援。我都不知道像这样德国人的他的内心，他的道德能够过得去吗？这完完全全双标呀！同一件事情就有种族灭绝，但是两套不同的标准。当然，在德国媒体的评论下面，没有多少人敢说实话，只是说这个德国总理他的眼泪是俄语眼泪，说他是个影帝，没有说德国不应该支持这个小椅子，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目前德国就这样啊，没有所谓的言论自由，真的没有。以前我说了啊，言论自由只是在这个政治正确的框框之内，你才能说，超出这个框框你就不能说了。而这政治框框是什么？现在就是不能反犹，在德国不能反犹，绝对不能。德国总理在昨天这个场合，就是这个修复典礼上面，他就说了，我们一定要与反犹做斗争。亲巴勒斯坦的游行在德国是要申请批准之后才能够进行的这个游行，但是批不批准、如何批准，是当局说话。游行示威的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啊，而且喊什么口号也是有规定的啊，条条框框非常的多，把你禁锢在这个框框里面。反正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对德国总理流的眼泪，真的我就觉得特别可笑，也特别的讽刺。就是因为俄乌战争之后，德国支持乌克兰，我内心不同意的啊，当众不能说。去年10月7号之后，哈马斯悍然对这个小椅子发起了攻击，德国媒体说是屠杀，我不想用这个词，我认为呢，一切都有因果，对吧？哈马斯为什么在去年10月7号的时候对小椅子进行攻击呢？难道不问前因后果吗？就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难道没有前因后果吗？前因就是北约违反了自己的承诺，进行了5次东扩，扩到了人家俄罗斯的家门口，人家俄罗斯没办法呀。就像如果中国驻军在墨西哥灯塔国的边境，把什么导弹啊、核武啊都驻扎到那边去，难道你这个灯塔国会同意？或者中国这个战舰以及中国的洲际导弹把它驻扎在古巴那边，你灯塔国会同意吗？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不能说就是俄罗斯的问题，前因后果一定弄清楚。但是呢，西方国家不管，他只看2022年2月，应该是22号还是怎么样，对吧？无所谓，反正就那天对乌克兰发起了攻击，西方只是抓住那时刻，而不问自己原来干了些什么。同样，你小椅子几十年来，你看是怎么样掠夺人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的，占为己有的。当然这些我是不能说的啊。所以德国媒体这样站在那边，跟我的立场也不一样，这也是促使我非常慎重的考虑之后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的原因之一。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德国的整个政治气候，德国政府他所做的一切与我世界观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就是说完全是南辕北辙。所以呢，我待在那样的国家，肯定我内心会痛苦啊，很多东西你想说但不敢说。这是第一件事情啊，就德国总理呢昨天流下了俄语眼泪，掉了俄语眼泪。德国人看清楚了，德国人揶揄他，说他呢是影帝。所以呢，德国的政治人物啊，在德国心目中，他的地位是不高的。在德国人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是什么呢？第一类人呢，肯定是教授一类的啊，就德国的教授还是比较德高望重的。另外呢，德国的医生还有律师，教授、医生、律师这3类人，特别是教授和医生，他们在德国社会民众当中声望非常的高，科学家也包括在内吧。
因为很多教授他同时也是科学家。第二件事情发生在我在的这个国家登塔国。前段时间应该也是9月10号左右，保守党的政客叫科克，对吧？理查·科克在一次集会上被一枪就被枪毙了，只是一枪啊，那个人枪法了得。然后呢，这个川建国同志第一时间就说肯定是民主党人干的，他就那么笃定啊。然后呢，就下令全国降半旗，因为这个科克呢是川建国同志的好朋友，帮助他成功当选，是个比较重量级的政治方面的一个网红，30多岁，就这样一枪被毙命了。有意思的是啊，他生前是极力支持美国拥枪的，而且他说啊，拥枪自由，有些人有部分人就付出代价，这是他自己的话。讽刺的是，他自己倒成了枪下鬼，是不是特别有这个讽刺意味？然后登塔国的警方开始呢抓人啊，抓嫌疑人，抓错了好几次，最后看到了通缉令之后呢，这个嫌疑犯或者是凶手的爸爸大义灭亲，然后呢亲自举报自己的儿子在警方那里，才抓住了这个真正的凶手。而他刚好呢就是这个登塔国共和党人，也是保守党派，也就是说保守党它里面又有帮派，他们的价值观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20多岁很年轻的一个凶手就对这个30多岁的一个他党内的同志大哥一枪就把他毙了，这让很多人大出望外啊。我相信啊，其实我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真相的时候，我也认为可能呢是民主党人干的，因为呢这是登塔国这政治撕裂的一个很好解释的现象，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势不两立，真正的敌对关系。其实登塔国他们国民就是非常撕裂的，表面上是一个国家，其实呢就是2个分裂的国家，他们的内心是分裂的。现在事情水滴石出之后，是共和党人干的，真的让很多人大跌眼镜。我不知道川建国同志怎么圆他原来说的就是那民主党人干的，但现在是共和党人干的啊。我看了一下美国媒体，他们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啊，采访那些人，然后我还看了下面那些观众啊、读者他们的评论，有很多的人拍手称快，觉得这个人呢死有余辜，他就该死，就该被一枪打死。我不太同意，或者说我非常不同意，因为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民主社会，不管在什么社会，文明社会吧，要容得下不同的观点。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目前这个科克直到现在啊，他是不违法的，对吧？如果他已经违法了，这个登塔国他自诩是法治国家，对不对？自有他的那个司法系统来给他定罪呀。他到目前为止没有被定罪，就表明他的言语是合法的，对不对？那么既然是合法的，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这个民主社会，是不是允许人家说出来他想说的东西呢？不管你喜不喜欢，对不对？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该有的这种包容的心态。但是我发现很多登塔国人没有这样的心态，所以说他们自诩的民主啊、自由其实是假的，符合他们世界观的才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否则要把你反对派置于死地。这就是选举制他们这种特点，也就是对立双方就是敌我关系，只有你没有我，你死我活这种，对吧？也就是一元论的延伸吧。回到一些读者还有观众，就媒体采访啊，很多人说死得好，真的这样说的。有的人意味深长，不想说，
就笑一下，但是他的表情就很显然可以解读，这个人对他的死感到非常的高兴。那么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不同意。我是觉得，不管我能不能接受他的观点，我应该捍卫他言论自由的权利啊。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观点，对不对？不管你喜不喜欢。但是，如果是他不同意你的观点，或者你不同意他的观点，然后他就这样被人处理掉了、消失了，对吧？然后你同意这样的行为，我就觉得这非常的野蛮，这是反人性的，也是反民主的。我觉得不能提倡。如果提倡了，那这世界就乱了。那我就可以这样说啊，你不同意我观点，对不对？那我明天我把你一枪也毙了，那你同意吗？对不对？这真的是这样啊。那个柯克，他的观点不被另外那个凶手承认，然后呢，那个凶手就拿枪一枪把他毙了。同样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然后呢，我明天我也可以按照你的逻辑，用我的枪一枪也把你毙了，对不对？这样说得过去吧？按你的逻辑，这样的话，我相信那个人如果听到我这样的话，肯定不同意啊，对不对？但是这就是他的逻辑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开了这样一个头，如果是得到比如说这灯塔国主流社会的同意，认为这样是好的，这样的社会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非常可悲的。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解读。当然，每个人你们都允许有自己的观点，我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啊。所以，我就觉得像灯塔国这样的社会，他们自诩的民主自由，其实是假的，因为他们观点就是你不同意我的，我就把你开除掉、处理掉，把你从这地球上消失。哎呦，这样的思维还有这样的行动，非常的可怕，太残酷了，而且反人类。我觉得。好的，朋友们，今天我就在纽约，背景是曼哈顿这里，跟大家说的2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就是昨天德国总理在纪念犹太人教堂重修启用这个仪式上为犹太人哭泣，掉了俄语眼泪。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柯克被枪杀这事件，我的意见如何？好的，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